Hello， 大家好，我是 Ro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的日本职场系列，我会分享我是如何以新竹的身份在日本当地找到一份工作的。那中间的各种流程啊、面试内容以及心得分享，我都会在这期呈现给大家。那希望能帮助到未来想要来日本求职的各位好朋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日本的职场、留学以及生活的各种心得。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频道最新的内容。那所谓的新卒，指的就是日本大学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那以我的例子来说的话，我是在日本念别科的时候，参加日本当地的就职活动的。那所谓的别科，指的就是大学里面附设给，就是专门给外国人念日文的学程嘛。那关于别科的介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这支影片。那总之，我就是在日本学习日文的时候，参加了当地的就职活动。那我于2016年的12月开始了我的事前准备，并且于2017年的3月，我正式的展开了我在日本当地的就职活动。那我面试了大约20家公司左右，那我最后成功的拿到了6家公司的内定。那并且我最后决定了就是选择一家位于在大阪的大手上市贵公司。那我于2018年的4月，我正式的展开了我在日本的社会人生活。所以你可以发现，为了能在2018年的4月我可以正式入社，那我在2016年12月我就进行了我的事前准备了。那个时候我开始准备了就是履历书需要的大头照啊，那履历书的撰写啊，那 Entry Sheet 上面的各种问答的事前练习啊，那还有就是进行模拟面试啊，然后和就是职业中心的老师进行咨询啊等等。并且我在这段期间就是大幅度的强化了自身的日语口语能力。那日本的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隔年的3月，就是开放企业说明会，那也就是正式宣告了日本的就职活动正式开跑。那我就是在2017年3月的时候，就是穿着西装，然后几乎每周就是在跑企业的联合说明会啊，或是个别公司的说明会等等。那我大概总共至少跑了至少30几家公司有。那听了以后，我觉得还不错的，我就是会在Rikunabi 啊，或是 MyNabi 这些日本当地很有名的就职网站上，那我就是进行了书面的选考的申请。那每家公司你几乎都是要先填写它的 Entry Sheet， 这就是你的个人资料啊、学历啊、专长啊，然后入社动机，亦或是大学里面就是发生过自我成长的故事等等。那这部分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填写，就是一定要为这家公司客制化你的履历，让 HR 觉得说你不是就是做了一份以后，然后就海投到各家公司，你是真的有为他们公司去量身制造，定做了你的履历。那如果你过了书面审核以后，你会进入笔试的阶段。那我们日本这边叫做 SPI 的测验。那这部分就是公司会检测你的日文啊、英文、数学、逻辑思考，还有就是个人特质等等。那我这边会建议你去买一本 SPI 的题库，就是好好的去练习。那你提前好几个月大量的去练习的话，你是可以熟悉它的题型的。那它的题目我觉得本身并没有到就是非常的难，它是可以就是让你利用大量时间去练习啊，然后去换取过关的成功率的。那如果你也过了第2关笔试的话，恭喜你，你正式进入了面试的阶段。那所谓的面试主要有分成个人面试、团体面试，还有团体讨论等等。那依照公司来决定说你会经历过几种面试。那通常第1关来说的话，会有就是比较初阶的个人面试。那这一关公司通常都会派出比较年轻的 HR 的哥哥姐姐啊，来和你好好聊聊啊。那题目可能会就是问你说你为什么想来他们公司啊？那大学努力过的事情是什么啊？参加过什么社团啊？等等。那这一关我就是建议你说就是平常心的把真正的自己呈现出来就好了，因为他们想要就是透过就是比较和乐融融的氛围之下，了解你真正的想法呀，然后还要了解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尤其是我们外国人，通常都会有自己比较特别的理由，为什么想要来日本工作？你好好把那个理由包装一下，那很有热情的去呈现给解释给 HR 听的话，那通常都会成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动机。那第1关面试你过关以后，会有所谓的团体面试或是团体讨论，你有可能2个都会经历过，或是看公司你可能只经历过1个也说不定。那它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了解说，就是你在团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团体面试的话，它的问题基本上都和你第1次面试的问题差不多。那你可以就是从中去观察到其他的日本人，他们是怎么推销自己的，他们是怎么和面试官做一个互动的。那就算结果不如预期的话，你也可以就是从中学到一些反省的点。那团体讨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这次的求职过程中，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环。因为首先在日语程度非母语的一个情况下，你必须和4、5个日本人同一个组，然后去围绕着一个议题做讨论。那最后必须要有一个人做 presentation 给面试官看。那在团体的过程中，会有另外一个面试官在旁边看着你。
就是看着每一个人，就是看你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是主动会领导大家做讨论的人呢，还是就是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主动就是帮大家统整讨论结果的一个人？那或者你虽然没有那么的主动，你比较内向一点，但是你有没有试着去当一个好的书记，帮大家统整一个结果啊，然后甚至是计算时间，提醒大家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做发表了等等。那这一关我觉得先天上就是对外国人就是比较不利嘛。那不是就是团体中每个日本人都会放慢速度跟你做一个讨论啊，或是很有耐心的跟你解释。那就是虽然看似团体讨论，那其实组员之间也是互相竞争的。那这一关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就是可以在团体讨论开始前，去和其他的组员做一些互动，做一些自我介绍啊，然后来一点 ice break 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围绕在就是议题上面的时候，拿出你身为外国人的一个观点来去做讨论。比如说今天是在做环境保育的一个议题上面的话，你可以提出说，那你身为一个台湾人，你在海外是怎么看这项议题的？台湾是怎么推行这项议题的？台湾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提出你身为外国人的一个观点，那同时，你也可以像就是隔壁观察你的面试官来呈现说，你有身为外国人的一个想法跟观点，那你的所看所学都是和日本人比较不一样的。那如果就是你在就是投履历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这家公司有所谓的团体讨论的这关的话，我就会建议你事前大量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事先和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日本朋友去围绕着某项议题去进行讨论，那大量的去就是改善你的口语发表的能力，还有你的日语统整的一个能力。那我相信会对这段面试的过程中会非常有帮助。第二关面试过了以后呢，恭喜你，大概就只会剩一次面试了。那我们这边叫做所谓的最终面试。那这关面试的话，就是通常就是和公司的上层去做面试了。那我有直接和公司的社长、副社长面试过，那也有就是和就是董事会的成员，还有 HR 的大佬面谈过。那他这关就没有像第一次面试这么和乐融融的，必须很谨慎的去准备。那我的经验是，你必须好好的表达为什么非这家公司不可，你必须去连接，就是比如说这家公司的产品啊、企业核心价值，或是企业社会责任等等。那必须让眼前这位公司的大佬了解说，你是真的有做好准备，你是真的非这家公司不可，真的很想进这家公司成为他们的一员。如果你最终面试也过了以后，恭喜你，你经过重重的难关以后，你可以拿到这家公司的 offer， 就是所谓的内定。那中间可能公司会准备一些恳亲会啊，让你去和其他的同梯进行一些交流啊，大家互相认识一下。那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和公司的 HR 再去多的去确认一些详细的情报啊，或是你想要知道的事情等等。那我自己当初在投书面 internship 的时候，大概投了大约30家公司左右。那我最后有进入笔试 SPI 的部分的话有20家。那最后可能就是笔试结束后以后，那有进入面试的话有15家左右。那经过了可能第一次面试啊、第二次面试、第三次面试以后，我最后有拿到了6家公司的内定。那我最终是选择了一家位于大阪的，就是大手上市柜公司。那我就是顺利的结束了我漫长的就职活动。那我只能说这一段路就是真的很不好走。那3月开始我的就职活动开始嘛，那我到6月结束。那我真的每天就是过得非常的忙碌。我可能就是第一天的早上参加了 A 公司的企业说明会，那下午我就跑去 B 公司去参加他们的第一次面试。那晚上我就必须要花时间准备 C 公司隔天早上的第2次面试。那隔天早上 C 公司第2次的面试完以后，我还要再跑到 D 公司的指定场所去参加 SPI 的笔试。就是你每天的行程都是这样无限的循环。那我最后就是运气还不错，那加上自己还蛮努力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最终就是在3个月以内，我就结束了我的日本就职活动，就是这一段一辈子可能都忘不了的一段回忆。那今天的这支影片大概就是分享日本的就职活动的一个流程，还有一些自己的小心得这样子。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打算在另外一支影片我再去做，就是各个面试中你可以怎么去做一个事前准备啊，因为面试的过程中，你有什么一些小技巧可以去发挥，增加你面试过关的一个几率。那这部分我想在下次影片再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请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频道最新的讯息。那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是希望我做什么题材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尽量朝这个方向做一个努力。
那今天的日本职场分享系列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